今天我们来讲讲天使啊，就说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物理学前传。话说在遥远的中世纪啊，那群脑袋里装满了奇思妙想的大学问家呀，每天都在琢磨一些听起来就很玄的事情，比如天使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自己这看似跑偏的研究方向，竟埋下了一颗种子，悄悄地为几百年后的现代物理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前啊，你们人类往往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的源头又是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敏感。新规矩，点个赞，点个订阅，支持一下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人们对你们人类现在习以为常的宇宙规律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看待的呢？引力，这个是什么东西？谁听说过吗？能量，那又是什么？磁力就更不用说了，这绝对是个玄幻，对吧？面对着每天不停循环的太阳、星星以及月亮，肯定会有一些人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既然上帝创造了宇宙，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由某个神灵推动着不停的循环的呢？最后一个在当时看来最合理的解释浮出了水面，一定是天使在背后搞的鬼，就像不知疲倦的驴拉着磨不停地转呀转。于是在12世纪迎来了首个突破点，出了一位既是哲学家又是神学家的厉害人物，名叫麦蒙尼德。他提出了一个即使是你们现代人听起来都有点匪夷所思的观点。当时有人好奇地问他，天堂里那些厉害的不得了的天使跟咱们凡人那点不可描述的事，你懂的，就是高潮啊，能扯上什么关系呢？麦蒙尼德听了眉头一挑，来了一句，这还不简单，这肯定是有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让东西动起来，那是因为上帝老爷子通过天使在背后使劲儿。他还引用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拉比的话，这里的拉比指的是犹太人中的那些精通塔拉赫、塔木德的精神领袖、宗教导师阶层啊。这位拉比说，甚至还有专门负责那事儿，就是指的人类欲望的天使。麦蒙尼德就此发挥，说这位拉比的意思是高超的力量，这种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天使。你可以想象，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你们人类在认识到能量和磁力之前宇宙的运转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个奇幻的世界，而天使这个概念就成了当时解释物体运动的一种通用说法。麦蒙尼德还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那些行星，他们之所以能在天上乖乖地画着圆圈，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拥有智慧的天使。当然了，现在要是哪个物理学家敢用天使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现象，估计会被同行们翻上好几个白眼，多半隔天就会成为全世界人类的笑柄。但你还别说，要不是当年大多数人类对天使有着坚定不移的虔诚之心，说不定今天的物理学就不是你们人类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了。更有意思的是就算后来越来越少的人相信天使真的在物理世界里上班了，现在物理学家在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时，还是会琢磨出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来帮忙，对吧？就像以太暗物质暗能量都是这样来的。而且你再猜猜看，在物理学的历史长河中，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坏的天使力量，也就是你们人类常说的魔鬼，还时不时的在一些特别有意思、充满奇思妙想的事件里露面了。这些在物理学界鼎鼎大名的魔鬼其实就像一些临时的替补队员，在物理学家们还没有找到完美的科学解释之前先顶上，为那些模糊的想法提供一个临时的可以接受的说法。不过中世纪研究天使这件事情最厉害的地方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对天使的研究竟延伸到了你们人类对地方、物体运动这些基本概念的深入非常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就像是为后来的物理学家们打造了一个现代化的概念工具箱，让他们对空间、维度这些重要的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人类现在对整个宇宙的认知，其根基可以追溯到那些关于天使的讨论。这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呢？那就有人要问了，天使长啥样呢？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呢？说起天使那历史可就很久远了，至少在圣经时代就已经有了记载了。
而且关于天使的描述也是千奇百怪的，有时候甚至会让你觉得脑洞大开。就拿以西结书来说吧，里面描述的基路伯天使来说，那形象简直是超乎想象。他们拥有相互交叉的轮子，闪闪发光，像托帕石一样美丽。更厉害的是呢，这些轮子能让他们朝着各个方向前进，是吧？根本不需要转弯。此时大家脑海中是不是有个熟悉的东西没错，全相轮就是这么来的。最夸张的是他们的整个身体，从后背到手再到翅膀，甚至连那4个轮子上都密密麻麻的长满了眼睛。我的天，这造型要是放在今天，简直就是赛博朋克风的鼻祖当然，除了这些浑身长满眼睛的天使之外，正如你们人类从麦蒙尼德的观点中看到的，在当时，天使也是人们用来解释世间万物运用的一种方式。他们被认为是精神层面的存在，有时候也可以想象为看得见的实体，但更多的时候呢，他们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比聪明的非物质力量在发挥作用。这种观点在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界非常流行，尤其是到了经验哲学时期，学者们更是热衷于将一切事物都进行细致的分类和整理，力求找到一个清晰的逻辑体系。这样一来，天使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就成了当时大家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而且这些争论可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而是非常严肃的学术探讨。说白了，正是因为当时人们真心相信天使是存在的，所以那些神学家、哲学家就将天使当作是一个中间人，通过研究天使来探索物理世界的本质，以及地方物理运动这些最基本的概念。他们如此认真地探讨这个问题，背后同样有着重要的神学原因。其中一个让他们特别担心的问题是呢，如果天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聪明的家伙，那他们和无所不能的上帝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你看你们人类因为有肉身，所以有很多局限性，比如你想扔个球就必须得用手，那么天使既没有肉身，是不是就能无处不在呢？或者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发挥作用呢？这在当时那些神学家来说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动摇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天使肯定是需要一个地方待着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有限制的，但他们又没有肉体，那么天使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像隆巴德阿奎那奥利维黑尔斯斯科托文图拉等这些一大批顶尖的神学家都参与其中，认真的探讨过这个问题。这绝不是一个冷门的小众话题不是只有那些书呆子和学者才关心的。在当时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物理学、哲学和神学各自的边界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天使的研究以及它与当时物理学的一些结合，就像是给后来的思想家们提前打了一个预防针，让他们开始思考物体、地点和运动这些概念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呢，思考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要想真正理解经验哲学时期那些关于天使的争论，关键在于了解当时流行的物理学为这些讨论提供了哪些概念武器。说白了，当时的物理学基本上就是亚里士多德一家独大。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对地方、运动、物体这些概念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人们的世界观。而且像阿奎那这样的大神级神学家，也是利用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来思考天使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理学这门学问说白了就是研究那些会运动变化的东西。按照他的说法，物体之间之所以会运动，不是因为你们人类今天所说的引力、动能、时空歪曲这些复杂的概念，而是因为这是它们本身就具有的天性自然属性。比如说火的本性就是向上燃烧，土的本性就是向下沉降，所以你看火焰总是向上窜，石头总是向下落。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你们人类现在的想法不同，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绝对空间这个概念，他们使用的是场所这个词。这个场所跟牛顿提出的绝对空间以及爱因斯坦的时空都不同，它不是完全独立于物体而存在的。正如哲学家纳尼在他的著作《天使、空间和场所》中所指出的那样，
空间那种空荡荡的铜制的容器的概念，在中世纪的人看来是很奇怪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体离开了场所就无法存在，这个场所就是像装东西的容器一样，反过来也是如此，要存在的场所就必须要有物体存在。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中，真空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你看，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和场所的这种想法，也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的学者们对运动的理解。他们认为物体本身就带着一种使其自身运动的属性，这种属性引导着物体朝着特定的方向运动，因此场所本身也必然带着方向感。你们人类现在都知道，空间中的方向是相对的嘛，需要一个参照系才能确定。就你们人类所知的宇宙而言，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上和下。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呢，最外层天球的边缘被认为是绝对的上，而地球则稳稳地位于宇宙的中心。因此，场所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上下左右这些方向。场所并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啊，它本身就带有方向性，并且能够对物体施加影响，因为物体会根据自身的天性朝着场所所指示的方向运动。例如，火能够到达上面的场所，但它无法到达下面的场所。同样，石头天生就往下沉，所以它自然的就落向下面的场所，诸如此类。总之，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将物体、场所和运动这三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呢，一位名叫阿奎那的大学者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他认为天使存在的地方跟你们人类这些有肉身的人可是不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还记得吧？当时的神学观点认为，为了避免天使拥有无限的力量，变得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天使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落脚点，他们必须有限制，而且还没有肉身。既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当时最权威的理论，中世纪的学者们自然就努力的在他理论框架内解释天使的落脚点问题。你看，这个问题一下子就问到了关键。你们人类这些凡夫俗子都是靠着你们人类的肉身来确定自己在哪里的，那没有肉身的天使呢，又该怎么说他们在哪里呢？难道他们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吗？这显然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就模糊了天使和上帝的界限。阿奎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判断天使在哪不是看他们有没有一个看得见的三维空间的身体，而是看他们在哪里干活。阿奎那提出，天使之所以能说在某个地方，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对具体的物体施加力量。这样一来，天使的活动范围和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受到了限制。他们在哪儿不是看有没有身体，而是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影响着你们人类这个世界啊。但是到13世纪呢，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却让一些教会的领导们开始感到了不安。你想啊，如果说物体没有场所就不能存在，那么上帝创造一个不存在场所的物体，岂不是就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吗？这在某些人看来，就好像是限制了上帝无所不能的力量。所以说啊，当天使的本质成为大家用来思考世界本质的试验田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敏感，一不小心啊，就可能触及宗教的底线。没想到的是啊，关于天使的讨论在1277年的时候突然被踩下了擦擦板。当时巴黎的主教谭皮尔发布了一份名为1277年谴责书的文件，里面列举了足足219条天主教徒在大学里不准相信也不准教授的理论。这事儿其实是当时教会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被认为是异教的哲学家的理论不太满意，想要抵制他们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在这219条禁令中啊，竟然有28条是直接跟天使有关的。当时的天体啊，也被称为独立实体或者智能体，其中一些禁令啊，就涉及天使到底在哪里，以及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更重要的是啊，1277年谴责书明确禁止人们相信天使的位置是根据他们的工作方式，而不是他们的本体，就是本质来确定的。这一下，阿奎那关于天使在哪儿的那个解释彻底就被否定了。如果真的像阿奎那说的那样，天使仅仅是因为在某个地方干活才算在哪里的话，那么他们要是不干活的时候又该怎么算呢？他们难道就消失了吗？这一下子关于天使的那些理论就得重新被审视了，他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的，
才能既没有肉身，又能说他们在哪里呢？这个新的限制无疑给当时的学者们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更具创意的解释才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叫斯科托的大学者站了出来，他使出了一个堪称神操作的招数。他的天使学竟然重新定义了场所这个概念。要知道，场所在亚里士多德和整个中世纪的物理学体系中可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的。正如海伦·郎在他1992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以及其在中世纪的变体》一书中所说斯科托的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当时物理学的格局。咱们前面也说了，天使必须得有个地方待着，而且能力也得有限制，不然就和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上帝没有区别了。他之所以这么做，一部分是为了解决一个当时神学上的难题。神学家们认为，上帝如果愿意，就应该能够创造出一块无在任何场所的石头。而斯科托的这个新定义，恰好也完美的解决了天使在哪里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创造性的举动他对物理学进行了深刻的重新思考，不仅催生了新的概念，也重新塑造了旧的概念，竟然以一种非常彻底的方式影响了后来的现代物理学。斯科托是这样做的，他让场所这个概念变得更加数学化了，不再那么强调具体的地点，反而更像你们人类现在所说的维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物体的尺寸，一个物体占据的场所就像它的尺寸一样，无论它移动到哪里，这个尺寸是不会改变的。这么说吧，场所现在被重新定义成一种纬度，就像一个物体的大小，即使它换了一个地方，大小还是那个大小。用另一种方式解释的话，正如郎精辟地指出的那样，斯科托彻底地将场所这个概念中性化了。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方向和地点本身就是场所这个概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当场所被更数学化的重新定义为一种纬度之后，方向就不再是这种新的场所的必要特性了。这样一来，你就得到了一个更接近你们人类现在所说的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本身并不自带上下左右这些方向感，它更像是一个可以容纳物体的抽象框架。所以你看，斯科托这个场所的新定义简直是给天使们量身定做了一张隐形通行证。在他的理论里，天使也拥有这种被动力量，他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意愿存在于某个场所。因为在这套新的物理学框架下，场所和物体不再是死死地绑在一起的。但是天使毕竟没有你们人类这样的纬度，也就是肉身，所以他们只能以一种不太确定的方式存在于一个确定的场所之中。郎引用斯科托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一个表面肯定会有颜色，但具体是什么颜色，得在你仔细看之前谁也说不准。天使可以占据任何大小的场所，当然不可能是无限大的，而且他们必须在某个场所活动，虽然他们本身是一种不太确定的方式落脚在那里的。这种由中世纪关于天使的激烈辩论所引发的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彻底反思，简直就像是一场思维上的大地震。它带来了一种对物体、场所、运动之间关系全新的理解，甚至帮助你们人类重新构建了对宇宙基本结构的认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运动是物体自己就带有的属性，因为物体有着自己的本性，所以会主动寻找它们天然的归宿。而把天使看作是无形的外部力量，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你仔细想想，这竟然奇妙的更接近于经典物理学中那种看不见的力，比如你们人类现在所知道的引力，从外部作用于物体的观点。事实上，大名鼎鼎的莱布尼茨曾经就怒怼牛顿，说他的引力理论引入了神秘力量，因为引力看起来就像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在遥远的地方直接影响物体。更有意思的是在现代用天使和恶魔来做饲养实验的做法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种更潮的玩法。那种神秘的存在，现在你们人类通常叫他们恶魔，在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恶魔和天使在本质上是差别不大的。很多时候恶魔就是被认为是那些堕落的天使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到了19世纪
一位名叫拉普拉斯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拉普拉斯妖。当时呢，他自己把它叫做一种智能，但这个词在中世纪可是经常用来形容天使的。这个妖堪比上帝，它能知道宇宙中所有的力以及每一个原子的精确位置。更厉害的是，这个妖还拥有无限的计算能力，能用来计算每一个原子的运行轨迹。拉普拉斯认为，只要有了这种能力，他就能拥有无限的预测能力，从而知道世界的全部历史，甚至宇宙的终极未来。不过，这种看似完美的决定论，后来就被量子力学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给狠狠打脸了。紧接着呢，在1867年，为了检验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条铁律，维多利亚时代的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就设想了一个假想的生物，他自己称之为代理人。这个小家伙拥有了超能力能参照到每一个分子的速度和位置。他的同代人威廉汤姆斯也就是后来的开尔文勋爵给他起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叫恶魔。结果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了下来。这个麦克斯韦妖他揭示了信息和熵之间深刻的关联，大大推进了你们人类对世界的经验性理解。这还没完呢，到了19世纪末，杜隆和皮尔逊又提出了一个杜隆皮尔逊妖，号称是麦克斯韦妖的同事。这个妖就更厉害了，它不仅能以不可能的速度旅行还能瞬间移动，甚至能隔空施法，简直就是物理学界的魔法师。你看，正是这些求知欲爆棚的大佬们，通过思考天使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问题一步步的逼近了物理世界和宇宙的奥秘。当然，对于物理学中这种使用超自然解释的做法，哪怕只是在思想实验里，人们的反感也反过来推动物理学的发展。比如伟大的爱因斯坦，他肯定读过皮尔逊的作品，而且他非常反感使用超自然力量来解释。这也就意味着他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与神秘力量是完全对立的。天文学家爱丁顿就曾幽默地说，爱因斯坦消灭了引力的妖魔。爱因斯坦自己也说过，他的相对论消灭了绝对时间和空间中的那些幽灵。但是如果没有之前人们对天使的那些奇思妙想的话，爱因斯坦能取得他这样的成就吗？神学的确推动了人们去寻找关于场所、运动和物体之间关系的其他解释。虽然最初对天使本质的关注引发了关于场所物理学的讨论，但正是那些爱思考的人们通过思考天使，更深入地理解了物理世界的本质以及它与更广阔宇宙的关系，而这也就催生了更复杂、更精妙的关于空间、位置和纬度的概念，赋予了它们全新的意义。天使在这些思想实验中扮演的角色非常独特，他们超越了纯粹的物理世界，但仍然是需要追寻宇宙规则和逻辑的生物。实际上，这种作为中间的角色一开始就是人们相信天使存在的重要原因。圣经里也确实有记载天使，但阿奎那认为人类可以通过鲜艳的方式来论证天使的存在，就是因为他相信存在之链上不能有任何缺失的环节，如果少了任何一环，人类就根本无法理解上帝。人类需要一些中间的知识来连接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早在公元5到6世纪的时候一位名叫维迪奥利修斯的人把天使和语言联系了起来。语言本身也是连接思想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桥梁，不然的话，天使所做的一切事情直接用上帝来解释不就行了吗？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天使这种中间人的身份，才使得人类能够思考那些超越你们人类直接感知的被创造出来的实在的维度。虽然你们人类现在很容易嘲笑说运动是天使这类神秘力量造成的，但是当你们人类已经爬上了知识的阶梯之后呢，就不能这么轻易的把曾经帮助过你们人类的梯子一脚踢开。具身认知的研究表明，你们人类的知识是建立在你们人类对世界的亲身体验之上的。拉科夫和约翰逊在1980年出版的《你们人类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本书中就指出，你们人类的身体经验是如何形成复杂的隐喻，并以此来解释抽象概念的。比如你们人类说股市上涨的时候，就会把向上和更多联系起来，
这是因为你们人类小时候看到石头堆的越高就越多，所以就学会了把更高和更多画等号。每当你们人类说领会了一个想法时，是因为你们人类有过某种动手的亲身经历，而且你们人类很难想象出完全非物质的东西。当你们人类想象灵魂、天使或者恶魔的时候，你们人类脑海中出现的往往是一些无形的但仍然像鬼魂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虽然在现代社会，像天使和恶魔这样的神秘力量很容易被嘲笑为对那些非常符合逻辑、非常接地气的科学现象的挥手式解释，但我倒觉得这正好相反。也许最接地气的想法反而是把自然界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想象成天使、代理人，或者拥有你们人类熟悉但被放大的某些属性的无形智能，比如能动性和意图。只有通过思考和运用这些你们人类更熟练的概念，你们人类才能更进一步探索那些不太容易理解的概念，比如时空。而时空的概念又需要你们人类用全新的方式来思考场所和运动。从历史上来看正是通过思考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必要的底层概念才得以完善。而天使学在它们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在人们不再真的相信天使和恶魔存在很久之后用这类超自然智能来思考物理学的方法仍然保留了下来。看来这种想象性的框架和你们人类思维运作的实际方式有着某种深层的共鸣。正因如此天使学为你们人类以相当复杂的方式思考场所、时间、运动和本质打下了基础。天使和恶魔是不是为物理学后来发现的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开辟了一个概念上的空间呢？显然在解释自然世界的时候，科学和邪魔看起来像是两个极端，但天使和恶魔实际上已经塑造了你们人类今天所理解的现代科学解释。一开始听到天使和恶魔居然和物理学的发展有关系，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毕竟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下，这些概念似乎更属于宗教或者神话的范畴。看到这里的人类你会发现这种联系其实挺有道理的。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总是会借助自己已有的经验和概念框架。在中世纪宗教信仰是人们认知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天使和恶魔来思考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和抽象的概念，比如空间和运动，或许是当时最自然的方式。就像前面提到的，你们人类用上升来表示更多，用抓住来表示理解，都是因为你们人类有着身体经验作为基础。那么古人借助他们对天使和恶魔的理解来初步探索那些更深奥的物理概念，也就可以理解了。更有趣的是呢，即使到现在，你们人类仍然用类似的方式进行思想实验，比如前面提到的拉普拉斯妖和麦克斯韦妖虽然你们人类不再真的相信他们是超自然的存在，但他们作为一种思维工具，帮助你们人类更深入地理解了宇宙规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让你们人类看到科学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并非是完全看似与迷信的想法割裂开来的。它提醒你们人类想象力和哲学思辨在科学探索的早期阶段，甚至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都有可能扮演着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你觉得呢？